120国参加的盛会，印度不邀请中国，试图争夺发展中国家的领导权，有意思吗？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天少。中国现在是全球第2大经济体，也是工业实力最强和产业链最健全的国家。但是中国仍然是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那么换个角度来看，中国在一些敏感外交议题上之所以能够与美国较量，除了本身的经济实力以外呢，也离不开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支持。甚至呢，经常会出现西方国家支持美国，而发展中国家支持中国的情况。最近，美国开始通过的一些法律文件中，将中国列入发达国家之列，这就给印度释放了一个强烈的信号：抢夺发展中国家领导权的机会来了。1月中旬，印度邀请了120多个发展中国家举行名为“全球南方国家之声”的线上峰会。然而，该峰会却将中国排除在外。印度只是向中国通报了这场会议，没有邀请中国参加。对于印度的这种玩法，中国外交部表现得非常大度，称中方一贯支持南南合作。你也可以理解为，不管印度怎么玩，中国仍然愿意为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提供支持和帮助，也鼓励印度推动南南合作的努力。印度的外交战略既有现实主义思想传统，又有想做一个有声有色的大国的意愿。印度一直致力于将自己建设成领导性大国，并据此塑造于己有利的战略环境。不管过去强调不结盟运动，还是现在推进南南合作，印度都把目标看向了第三世界国家，也就是发展中国家。但它有一个前提条件，那就是中国不能再成为发展中国家的领导者，因为只要是中国参与的这类国际会议，印度都显得黯然失色。南南合作是全球发展中国家组成的最大的合作平台，印度表面说要推进南南合作，中国呢也没有理由反对，只不过印度将中国排除在会议之外，让这次峰会的含金量大减，甚至呢有点跑题的意思。有些印度媒体认为，这次印方不邀请中国是对中方组织的中国印度洋发展合作论坛不邀请印度的报复。其实这完全是在故意误导，因为中国当时邀请了印度，是印度自己不参加，而此次峰会印度只通报并未邀请中国，那么这个就是两国的格局问题了。说白了，就是印度害怕中国成为这场南南合作论坛的主导者，从而夺走了印度的风头。而更深层次的原因，就是印度想抢占原本属于中国的发展中国家领导国的地位。随着经济实力的快速发展，中国正在被西方看成是一个工业化国家，终有一天会变成发达国家。所以对印度而言，等于有了一个摆在眼前的机会。现在的问题是，中国为何避免与印度谈及争夺发展中国家领导权的问题？其实，发展中国家领导者这个定位原本就是虚的，是发展中国家公认的，不是你想得到就能占据的，更不是你开一次会就能改变的。不管中国的经济实力如何发展，哪怕将来变成发达国家，只要中国一直重视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合作，而且呢，能够给这些国家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那么在发展中国家看来，老大哥的地位就不可动摇。这一点并非印度所能攀比的。另外，中国从来就没有把印度列为自己的战略竞争者，所以也不大可能会计较印度所耍的这些小花招。当前的国际战略格局是中美两强并立，中国面临的竞争压力主要来自于美国。印度组织的任何多边会议都难以吸引全球的目光，中国呢也不接受西方的挑拨。如果印度想当发展中国家的领袖，那就让他们试试，看看别人认可不认可。毕竟国际政治是非常现实的。好，今天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